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浩维。上集谈到梦，也许就是穿越平行宇宙的其中一个方法嘛。那今天就来聊聊梦吧。梦其实分成很多种，有普通梦、前世梦、梦中梦、清醒梦、预知梦等等。关于普通梦呢，就是大多数人一般睡觉会做的梦。这种梦一般都不会照着逻辑走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在学校和朋友聊天，然后下课了，你们正高兴的一起去吃东西。走啊走啊，本来要到食堂，却变成了海边。到了海边怎么办？没怎么办啊，身上的衣服都变成了泳装，当然就继续下海玩水嘛。游啊游啊，正当你和朋友玩得很开心时，你又发现和你一起玩的朋友怎么变成了你的表兄弟？好，这也没关系。突然又听到阿嬷叫你下楼吃饭。下楼就下楼吧，然后你也和你妹妹一起下楼吃饭。就这样毫无逻辑的情节，而这一切你不会在梦里发现任何异常，只有在醒来后回忆起刚刚发生的内容，就会莫名觉得毫无逻辑可言啦。怎么一起玩的朋友转眼就变成了表弟？而且你也还可以这样淡定的从海上走到楼下的阿嬷家，也不认为为什么阿嬷是住在海里的，因为梦里所发生的一切你都会认为是正常的，除非你当下知道自己在做梦。前世梦，这种梦你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你会感觉到好像很熟悉这里的一切，但实际上是个你现实中没见过的古代环境，然后你会以古人的装束出现，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是你干过哪件轰轰烈烈的事情，也许只是你在某个地方行走或吃饭的一些生活场景。然而多次梦到都会身穿同一件服装，而这种梦一般都会有2次以上。梦中梦，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个电影叫《盗梦空间》了吧？也就是当你从一个梦境中醒来时，其实你还在另一层梦境中，然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突然又再从梦中惊醒过来，也许是经过几层梦境后才真正醒过来。梦中梦分为2个常见类型，一种是不断重复梦到大同小异的事情，每一层梦醒来后又发生刚才梦里类似的情节。举个例子，你在自己房间玩着手机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，然后开门一看是一个送货员。虽然你印象中没有订购任何东西，由于包裹收件人是你的名字，最后还是把包裹收下了。回到房间便好奇的打开包裹一看，里面满满的老鼠，吓得你立刻从床上醒了过来。原来是个梦。醒来后顺手拿起了手机滑了起来，滑着滑着听到有人敲门，打开门一看是你堂哥来拜访，堂哥带来个礼物送给你，你期待的打开礼物一看，里面又是满满的老鼠，吓得你又醒了过来。原来又是个梦。然后你拿起手机来看现在是几点了，突然意识到难道又会有人敲门？但这次没有，之后在多个确认下确实已经不在梦里了。另一种类型则是每层梦都是完全不同的情节，就好比每次醒来后都感觉很真实，认为自己已经醒过来了，其实自己还是在另一层梦里。所以相对于刚才提到的重复的梦中梦，这种梦更难以发现自己是否在梦里。怪不得有人说人生是梦，在生活中你发现这很真实，但其实只是一场梦。而现在更流行的一个说法是，世界是虚拟的，而人的意识被束缚在这个物质肉体的世界里。清醒梦，也就是你在做梦中，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做梦，然后进而控制梦里的情节，想要飞起来就飞起来，想要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主宰梦里的一切事情。其实我之前有做过专门讲解清醒梦的影片，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。想要知道如何控制梦，就到我上个影片看看吧，连结会放在右上角或下方的资讯栏哦。预知梦，预知梦顾名思义就是能预测未来的梦，但是一般上都属于噩梦，比如梦到某人或朋友遇害，甚至是自己受伤死亡等等的梦。当然好梦还是有的，只是目前发现的例子都偏向坏事较多。预知梦也分为2类，第一类是不需要解读的梦境，也就是在梦里发生的事情，接下来在现实中也同样发生的事情。第二类是需要解读才能明白梦境的意思，就比如说一个人他梦到被自己养的狗给咬了，之后他实际上没有被狗咬，而是被身边的朋友出卖了，
因为狗往往被视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，而被咬就象征着身边的朋友做了伤害你的事一样。往往预知梦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，也许隔天就发生，又或是几年后才发生，除非梦里有暗示什么时间或日期。然而有些人的梦是黑白的，有些人的梦是有颜色的，而我本身的梦是有颜色的啦。另外，天生就盲的人也会做梦哦，但是他做的梦是没有图像的，只有声音、味觉、嗅觉和触觉，就如他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一样。还有一些人会做重复的梦，比如说某天做了一个梦，然后在不久后又做回同样的梦，所有梦里的情节与内容完全一致，就像影片重播一样，只是以梦的形式播放。另外还有人会做续集梦，我相信大家也许都有这样的经验吧，晚上睡觉发了个有趣的梦，但梦还没有结束突然就醒了，因为有趣嘛，当然很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发展啦，然后又睡回去，想让自己发刚才梦的续集。有时候的确成功了，但有时候却不行。以上这么多种梦，在我印象中我没有做过前世梦和预知梦，梦中梦导是做过2-3次，然后就是其他一大堆的普通梦啦。当然重复的梦和续集的梦也做过，只是现在印象比较模糊了。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吧，每天早上起床后不久，如果没有特意去回忆起刚才的梦，过不久梦的记忆就会慢慢消失，之后再怎么想也记不起刚才做了什么梦了，除非有把梦写下的习惯。另外，我相信大家都有做过很多各式各样厉害的梦吧，那大家是否有做过预知未来的梦，还是什么特殊的梦呢？趁你还没忘记之前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哦。还有，如果你也喜欢梦这类的话题，也别忘了按个赞哦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在下面按个赞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想要看到更多科学或是心理学小知识，欢迎订阅，也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最新影片啦。我是阿维，那下个影片见。